你最近有冇後悔啊？有冇一刻覺得早知係咁就咁樣做啦？或者如果我咁揀，可能成件事就會好好多啦。大件事例如轉工、感情關係、移民，小至每日早餐嘅決定、買嘅嘢，我哋嘅人生好似無時無刻都有唔同程度嘅後悔。喺之前未辭職嗰陣，做咗差唔多半年新工，諗起半年前其實有2個 offer 嘅，另一個 offer 呢係我中意多啲嘅範疇，就會諗如果當時揀咗嗰份工，而家會唔會好過一啲？明知道冇得返轉頭，但喺情緒波動嘅時候，總係會諗啲過去嘅選擇。最近呢，我睇咗一本小說，叫做《午夜圖書館》。主人翁 Nora 經歷咗一連串悲劇之後，佢決定去自殺。徘徊喺生死之間嘅時候，佢去到一間時間永遠維持喺午夜嘅圖書館，裏面嘅每本書呢，都係佢從來冇活過嘅人生。諗起好多令佢後悔嘅事，做錯嘅決定。故事呢，就係寫佢揭開一本本唔同選擇嘅書，試下去過嗰啲心心念念嘅人生。我啱啱睇完《午夜圖書館》呢一本書啦。《午夜圖書館》呢，佢喺2年前出版嘅時候呢，就俾一個外國嘅網站啦評選為2020年必讀嘅9本小說之一。到底我睇完呢本書嘅感想係點呢？作者 Matt Haig 咧，佢對於憂鬱症嘅探討咧係好有說服力啦，因為佢係透過自己本身嘅經驗啦、人生經歷，佢自己本身咧都係對抗咗憂鬱症好多年嘅，咁所以寫呢本書咧，其實佢入邊嘅女主角 Nora 咧就正正可能係反映咗佢長年對抗憂鬱症嘅一個心理歷程啦，將佢幻化成咗一個古仔、一個小說。咁《午夜圖書館》呢一本書咧，佢嘅立意啦，同埋佢嘅想講嘅主題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就係我哋做人咁多年咧，一定會有好多大大小小後悔嘅事。每做一個決定，當個決定變得唔如意嘅時候，我哋就會去諗，如果當初揀咗另外一個選擇咁就好啦。但係咧，我哋永遠都唔會知道，其實另一個選擇係咪真係有更加好嘅。Overall 咧，我覺得呢本書真係幾唔錯嘅。但係啦，要講但係啦，睇到咧中間嘅時候啦，中段嘅時候啦，有幾度咧，我都覺得佢作者想講嘅一啲道理咧，佢都好直白咁樣講咗出嚟啊。咁因為佢係一個小說嚟噶嘛，其實有陣時有啲道理咧，如果可以唔咁直白嘅方式咧，去說教式咁樣講出嚟嘅話咧，我覺得就會更加好啦。本書佢嘅定位咧係一個現代奇幻文學嘛，奇幻呢個元素嚟講咧，佢圖書館入邊嘅設定，我就覺得佢冇預期中咁驚喜啊，咁就少咗啲奇幻嘅元素啦。讀到一半嘅時候咧，我就越嚟越覺得呢本書咧似一啲心理勵志啦、self-help 嘅書咧，多過一本現代奇幻小說嘅。總體嚟講啦，呢本《午夜圖書館》咧，雖然佢係用憂鬱症嚟做主軸啦，但係佢整體嘅 tone 咧，其實係比較 light-hearted 啲嘅，即係都冇咁沉重嘅，都係一本幾啱平時睇嘅書啦。咁總體嚟講咧，如果10分滿分嘅話咧，我應該會俾《午夜圖書館》可能7.5至到8分。覺得都幾值得睇嘅，因為佢嘅主題其實係好好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都推薦大家可以睇下。我後悔呢個時間點出嘢，可能會嚇走啲觀眾。講笑啫 ，just kidding。件先嚟打。我哋之所以會後悔，好多時係因為現況令我哋失望。我哋嘅選擇就好似放咗喺一個冇開蓋嘅望遠鏡嗰度，
睇唔到遠方嘅事同埋結果，然後就開始諗一啲我哋冇做到嘅決定，冇揀到嘅選擇，總係好似加咗 filter 咁美好，令到我哋好似 Nora 咁忍唔住瘋狂去諗。然後嗰時收到嘅另一個工作 offer， 因為係我中意嘅 feel， 我硬係會覺得揀佢嘅話咧會開心啲㗎。但係一份工仲有好多其他元素，我冇揀到佢，永遠都唔知道佢嘅缺點，就淨係會諗到如果揀咗佢會有幾咁美好。但係事實上呢，嗰份工可能成日要 OT， 可能做嘅嘢好悶，唔係想象中咁，可能上司好差，同事相處唔到，只要唔係自己100% 中意嘅呢，就一定又會後悔噶啦。後悔又通常會伴隨自責，責怪自己點解做嘅決定咁差咁錯嘅。如果深陷喺呢一種情緒入面，越係咁諗，越係同其他冇做過嘅選擇作比較，就越提唔起勁做眼下嘅事。但係偏偏呢，我哋嘅人生就充滿選擇，有選擇就好似無可避免會有後悔。瑞典哲學家阿米爾對於後悔，佢咁樣講 ：Accept life, and you must accept regret。粗略咁翻譯，如果我哋要接受生而為人，就一定要接受後悔呢件事。原來我哋要做嘅並唔係去排斥後悔呢個情緒，而係去接納佢，同佢相處，將佢轉為一種力量。我哋成日會後悔，因為我哋對自己嘅選擇根本就冇耐性。有時原來我哋只要等得夠耐，時間會俾出答案㗎。雖然個答案呢就未必一定係令我哋十足滿意嘅，但係都係一個可行嘅方法。好似好老土，但好似又真係咁樣㗎喎。辭職嘅初期，我就成日徘徊喺後悔同埋覺得決定得冇錯，為自己加油嘅 loop 入邊。每次有0.0001秒想放棄嘅時候，條路呢又會好神奇咁樣自己鋪開咗。雖然好多時係崎嶇嘅山路，或者打完風全部都係泥濘嘅路，但係佢點講都好啊，始終係一條路。我而家呢就準備為我嘅 writing project 呢去做一啲 research 啦。OK， 咁我而家講一講少少 background 先啦。其實咧，我而家最大嘅目標之一咧，就係做一個出版嘅小説作者。咁咧，之前喺有一條片嗰度都有提過下嘅。大概6年前啦，有參加過一個小説比賽啦。嗰陣時咧就入咗決賽，但係最終贏唔到，就冇出得成書嘅。趁而家咧，我就做緊一個斜槓嘅工作模式啦。咁就好多時間可以喺屋企，咁我就重拾翻個故仔咧，就寫咗佢咧，就參加咗今年嘅一個新嘅比賽嘅。琴日咧10月31號啦，嗰個比賽嘅複選名單咧就出咗啦，冇我份啦。個故事其實係一個好短嘅一個故仔嚟嘅，我都暫時會將佢可能擱置一邊先，因為其實完成咗嗰個故仔之後咧，我都一直咧係有做緊第二個故仔嘅，有寫緊第二個故仔，咁就會係一個長篇小説嘅嚟嘅。之前喺9月尾嘅時候咧，我用咗1個禮拜嘅時間咧，就已經寫咗一個略5萬幾字嘅 draft 㗎啦。我係想寫8萬至到10萬左右嘅字數嘅。我用咗1個禮拜時間咧，寫咗個 first draft 之後咧，咁就抌低咗啦。跟住咧10月中咧，我先至開始再重新咧 review 一次個大綱啦、故事嘅脈絡啦，然之後開始寫第二個 draft 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喺寫第二份 draft 嘅時候咧，遇到好多嘅好棘嘅位啊，都覺得咧自己寫得好唔通順啦，啲嘢變咗又寫得好慢啦。跟住咧，因為即係除咗其他嘢好忙之外啦，我都有少少迴避寫呢個 draft 2啊，因為覺得自己啲文筆好棘啦，唔知點解。咁所以咧，我決定今日咧11月1號一個新開始，我一定要寫呢個 draft 2啦。寫之前我就先睇一睇書，搜集一下資料先，希望可以寫得順利啲啦。今日，yes。做錯決定嘅時候，試下原諒自己。原諒自己就係咁唔完美噶啦，唔單止係自己啊，呢個世界本身就係唔完美噶啦。做錯決定嘅時候，另一個 option 都未必一定係啱嘅。既然呢個咁大嘅宇宙都冇一個完美嘅星球，我哋力求做一個完美嘅小人物，
係咪太過勉強自己啊？如果你係呢個 channel 嘅舊朋友呢，可能都聽過我講噶啦。12月頭我要考日文 N3嘅試，但其實我對上一次學日文呢，已經係差唔多係4年前。學完考咗 N4 之後就停咗啦。我以為自己仲記得大部分學過嘅內容啦，可以自修考埋 N3，一路呢拖到今個月11月，我先終於開始重拾翻成件事，先知道我係完全高估咗自己嘅記憶力同埋學習力啊！最基本嘅50音 Hiragana OK 冇問題嘅，但係 Katakana 先至係個問題啊！我發覺自己睇到啲字嘅時候呢，可以好自然咁樣讀出嚟啦，但係要我寫呢，就寫唔出啦。我會早啲溫日文，不過唔緊要。我而家每日重溫基本之餘呢，都會開始學習 N3 考試嘅內容。如果持續去後悔嘅話，感覺只會越嚟越差，行動就係焦慮嘅反義詞嘛。同其他壞情緒相處一樣，擁抱後悔呢一種心情，將佢變成力量。後悔唔再係啲咩唔好嘅事。雖然呢，午夜圖書館整體嚟講冇咩大驚喜，但係佢都 inspire 到我拍呢一條片喎。咁我都俾佢7.8分啦。係啊，10分滿分啊！咁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多謝你哋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我會自問自己花式咁樣自戀，我其實冇後悔。